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5月8号，星期六。今天咱们不说别的废话，咱们就直接讲讲狗狗币呀。狗狗币太猛了，太猛了！面具人的老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应该已经赚到钱了吧？嘿嘿，面具人，我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呀！大家都已经实现了几倍的财富增值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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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鞭炮！狗狗币今天又突破新高了，最高的点位已经可以达到7毛4了。这个狗狗币的价格又创下了历史新高的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几天内，狗狗币连续创新高。目前来看呢，它的未来也没有遇到重大的阻力，因为你看，短时间内它就连续创新高嘛。那这个狗狗币冲上1美元1枚的计划，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势头了。再加上这个马斯克先生，还有各大网络主播，也包括面具人我在内的，我也是10万的大 V 呀。我们这些网络主播和世界首富都在推广狗狗币。那么随着这个狗狗币的热度的增加，狗狗币未来的价位，你们就可以脑洞一下，可想而知啊。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说一下3件事儿。前半部分呢，面具人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狗狗币的投资经历，还有呢，面具人一部分的观众们的建仓经历。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面具人会着重的来讲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过了今晚的周6夜现场，这狗狗币还能不能继续玩下去了？那面具人也搜集了一些详细的数据啊，会在节目中间分享给大家。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啦。那面具人先分享一下我的建仓经历啊。我在狗狗币最早是3分钱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入场了。当时呢，我也没有特别多的资金，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入了1万人民币，也就是2000刀澳币嘛。那现在这个狗狗币已经涨到了30万人民币了。而在后续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在0.25、0.3的点位又陆陆续续的入了10几万人民币。我昨天晚上算了一笔账啊，我差不多能挣70、80万人民币吧。我的妈呀，这才多长时间呀？光面具人我自己啊，就已经赚了10几万刀澳币了。其实面具人我赚的并不算多，谁让面具人我没本钱嘛？可是呢，我的观众里面啊，还有赚40、50万刀的人，比如这个大姐。你们看这个聊天记录的截图啊，我把她的名字和头像先隐藏下来，因为咱们这个频道比较敏感嘛。这个大姐她是日本的观众啊。3月份的时候我讲过几次狗狗币，那个时候狗狗币还不到1毛钱，也就是5分钱左右吧。那个大姐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就投进去了350万日元啊，差不多就是20万人民币左右吧。它是在4分、5分左右的价位入的，那到目前来算的话，已经涨了14倍了。目前呢，它的资产已经达到了280万，净赚260万。你们看，短短的2个月时间呀，就赚了260万，怎么样？厉害不厉害？昨天晚上破7的时候啊，这个日本大姐还给面具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呀。这个红包的金额也不小，面具人我当时还挺惊讶的，把我吓了一跳。挺感谢的，因为这个金额确实挺大的。本来这个大姐就是咱们的会员嘛，然后呢又给面具人发了一个大红包。太感动了，太感谢了，谢谢谢谢，恭喜发财呀。那顺便给大家再说一个人啊，就是这个小哥啊，他是在大陆国内送外卖的。他是面具人的铁粉，他原来是川粉啊，可是呢，听了我的节目以后，这个小伙从原来啊天天抱怨生活，开始变得更加积极了。他开始想着去强化自己的能力，去多赚钱，去努力的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生活，而不是盼望什么神选之人呀，盼望什么美国呀之类的。
这个小伙很穷的，他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是赚个4000多块钱。哎，其实我平时也有点懒得搭理他，因为他家的这个会员的级别不高嘛，没多少钱，所以呢，你别嫌弃面具人我嫌贫爱富啊，你别嫌弃我现实啊，咱们就在商言商，是个人都是嫌贫爱富的，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嫌贫爱富的人？谁要是给你灌什么天下大爱这类的毒鸡汤啊，他一定是想要愚化你，把你变笨了以后，让你给他无私奉献的。那这个快递小哥虽说穷，有些烦人胆小呀什么的，但是呢，他后来呢也加入了我的会员群组了。他入手狗狗币的时候比较晚，他入手的时候狗狗币已经1毛多了。毕竟嘛，这个快递小哥，没那个日本大姐有钱嘛，他的底气不足，谨慎一点，咱们能理解。当时呢，他就入了3万块钱，在1毛、1毛2的价位时候入的吧。那现在你们也看到了，狗狗币涨到了7毛了，他现在的财富已经能够达到20几万了。那这个送外卖的小伙呀，本来呀，刚跟我认识的时候天天和他老婆吵架给我抱怨。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咋就这么烦的呢？一个大男人天天抱怨自己的家务事儿，为啥他会和他的老婆吵架嘛？你们想想，为啥？因为赚不来钱嘛。可是呢，这2天人家俩夫妻的感情又好了。为啥？因为就在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快递小哥就赚到了20几万。他老婆当然对他刮目相看呀，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一个事儿呀，就是这个小伙他是送快递的，学历不高他想改变自己的人生，想出国，那他自己学历不高，出国的难度肯定非常的大。可是呀，他的老婆是个大专生，勉强是可以够出国的这个门槛的。现在呢，他们也正在和面具人商量，看看能不能出国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夫妻俩这个资格呀，也都是可以出国的。好了，扯远了。大家有想要和面具人有更多的交流的包括理财、移民呀、狗狗币投资之类的，请看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区，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好了，咱们说正事儿面具人的观众里面，最近发了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厨师、卖衣服的、学生、当老师的，太多了，你们也都能想来嘛，对吧？那面具人这段时间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那就是狗狗币在 0.4 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 0.4 不算啥，狗狗币过2天就跌到 0.3 了，亏死你们。结果呢，狗狗币没跌，反而涨到了 0.6。可是呢，这个狗狗币在 0.6 的时候还是同一批人，他们说的是同一样的话。他们说，哎呀，马上就要跌了，到时候呢，亏得你血本无归。结果呢，狗狗币又涨到了 0.7 的时候，他们还是同一批人，觉得狗狗币肯定会跌。结果呢，人家都已经赚了好几倍的钱了，这些酸民们，他们内心还是只剩下羡慕、嫉妒、恨，没赚到钱嘛，没赚到钱还不敢承认自己胆小，不敢投资，没本钱，反而呢还要说别人，希望别人亏，希望别人跌，你说这都是什么心态嘛？好，咱们来说重磅正题面具人今天出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也是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今天晚上马斯克先生上完了周六夜现场的节目之后，这个狗狗币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持有呢？马斯克先生上节目一旦提到了狗狗币，那肯定是会造成狗狗币的暴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能有些观众会担心马斯克先生万一在节目上说了狗狗币的坏话，那不就惨了吗？那面具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马斯克先生是世界名人他是世界首富之一。马斯克先生也是要脸面的。你们仔细看这段时间，马斯克煽动号召
造成了多少人去买狗狗币？如果说马斯克在节目上造谣，或者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你说他还要不要做生意了？你说他还要不要自己的股票了？你说他还要不要自己的这个公司的信誉了？啊，一个全球首富竟然敢公众众目睽睽之下出尔反尔，你觉得马斯克先生会做这么蠢的事儿吗？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大家也都会担心，马斯克先生在节目上面说完了狗狗币以后啊，该不该继续持有狗狗币？万一呢，马斯克先生说完了狗狗币直接暴涨了以后，有些人呢就急着套现了啊，那套现的人一多了以后，就会造成狗狗币暴跌，那岂不是空欢喜一场？说到这儿了，面具人就想要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啊，那就是咱们先从经济逻辑上给大家普及一下推动加密货币上涨的因素是什么。我总结了4个点啊。第一，供应和市场需求。狗狗币的价格是非管制价格，和黄金白菜是一样的，都是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的。狗狗币的知名度越高，它的需求也就会越高。那这些需求中就包含了，比如购买狗狗币进行续值投资，避免法币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购买狗狗币进行使用支付、换汇、结算之类的功能属性。再比如呢，就是也有很多人购买狗狗币是进行投机炒作赚钱，对吧？这就是决定狗狗币上涨的一个因素之一。还有呢，就是第2点，竞争加密货币的数量。比特币是目前最知名的、流通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但是呢，投资者也有数千种其他的加密货币可以选择。一般来说呢，有竞争对手的存在可以保障其投资价值，但是呢，价值又必须要基于对比才能产生。所以呢，成千上百的币种当中，也只有那些能搏杀到排行榜前列的币种才会被追捧，才有暴涨的可能，才具有更大的投资价值。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商场如战场，永远都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好，再来看第3点啊，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点，那就是流通性。比如一个币种能够上可用性强的货币交易所，就像股票投资者所熟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和富时指数一样的，加密货币投资者也知道 Coinbase 和 Bitfinex 这些交易所，他们是允许投资者使用不同的订单类型、市价、限价、止损来买卖比特币、以太币、狗狗币或者是莱特币等各种各样的电子币。它们的功能与传统的货币兑换非常的类似，因为这些交易所都是全球享负盛名的。其实这就是流通性和热度的结合产物。前段时间，以太坊和比特币因为感受到了狗狗币的冲击，而宣布要加入华尔街、纳斯达克，之后呢，就带来了他们的币的暴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来，再听第4点，政府监管。那这一点是任何加密货币也绕不开的坎儿。如果政府的铁拳打下来，那说实话啊，就是想灭谁就灭谁，任何民间玩意儿都不可能敌得过政权的。一旦加密货币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定、政权的稳定了，必然会被政府整治，然后呢就暴跌。就像中共因为马斯克喊单狗狗币、骂比特币，所以呢，中共最近一直在搞特斯拉。因为全世界70%以上的比特币都在中共手里嘛，马斯克砸比特币奶狗狗币，就相当于是砸中共的饭碗，从中共的口袋里面抢食儿，那中共肯定是要搞你的嘛。美国拜登收资本利得税也是一个道理，因为富人用钱生钱太容易了，底层的劳工他们因为没本钱，所以呢他们赚钱就会变得更难，而富人赚钱呢都是钱生钱，越赚越容易，这样的话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呢美国就要加税，搞资本利得税。你们看好了啊，政权要搞谁，
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只需要政府的领导人说一句想法啊，仅仅是想法，就能造成各种各样的币崩跌，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好，以上4点就是限制币的涨跌的因素。那大家知道了这些涨跌因素了以后，咱们再来谈谈过了今晚的周六夜现场之后，到底该不该继续持有狗狗币了呢？面具人，我整理了一些资料啊，我记录了狗狗币从30亿市值到现在90亿市值的变化。狗狗币的市值激增是从 0.3 到 0.4 的这个价位区间开始的，激增到了40亿，而后呢，每增加1毛钱，差不多就是能够有10亿左右的市值增加。从 0.5 开始，这个地方是重金位置， 0.5 到 0.7 差不多增加了30个亿，所以呢 0.5 到 0.7 的这个部分是重仓位，是一个支撑点。昨天面具人还紧急的补了一段话，就是庄家们还是会继续的趁机砸盘套利，把一部分高位入场的人震出去，他们补位。如果之前是高价位入手的朋友们，一定要稳住心态，至少撑过这周六夜现场。那至于还没入场的朋友们，你们也别急，你们都是有机会的，多多观察，只要庄家出货带节奏砸盘下调，那这就是你们入场补位的好时机。你们来看这张图啊，看来来回回的下调了好几次，我画红线的这个地方啊，这都是补位的好时机呀。在这个地方补位就可以实现目前利润最大化。可是我们仔细观察啊，来来回回的下调出货了好几波，可是呢这个盘子就是砸不下来。那你们知道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不？这就证明散户们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市场的韧性还是非常强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庄家们也就不能太狠的继续砸盘了，因为他们自己出货，如果造成的下跌空间不大的话，反而呢会被散户补仓抄底儿，这样的话对他们是有风险的。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蛋糕继续做大了，套更多的人进来。所以呢，在这个点位想要赚钱的人依然会进来。那面具人，我也是建议出现下砸下调的时候，你们可以考虑在这个点位建仓。我们来看啊，这些绿色的条都是建仓的点位， 0.6 到 0.7 这个点位建仓的人是非常多的。下来呢，就是 0.4 左右建仓的人非常多，特别多。那 0.4 和 0.6 就相当于是强力支撑位置。大家虽然能想到马斯克在周六夜现场推广完狗狗币以后，那这个狗狗币涨到$1以上，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套现出货。但是呢，达到$1的涨幅，你们有没有想过，仅仅是达到$1的这种涨幅，对 0.6 左右 0.7 左右建仓的人，他的吸引力能有多大呢？吸引力并不大，对吧？所以呢，他们未必会出货。尤其是重仓的人，往往是不缺钱的人。那至于缺钱的散户，很容易都已经在这个震荡周期被震出去了，早就被震出局了。也就是说，重仓的人在狗狗币涨到了$1的这个点位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不会出货、不会跑单的。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嘛，既然重仓的人不跑，那整个盘子就不会遭遇到多惨的下跌的。而在这个区间内入场的机构，他们也会继续把蛋糕做大，震荡下调补位，震荡下调补位，然后呢把蛋糕吹大。大家只要掌握住这个节奏就好。所以呢，面具人，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到了明天突破了狗狗币的新高最高峰了，各位投资者，如果你们是急着用钱，那你就可以套利赚钱走人，把钱用来解决急事儿。如果你是不急着用钱，你也可以继续持有或者观望，或者是再不行抽出你的本钱，剩下的利润放到里面滚去，继续持有。那你也不亏嘛，万一以后赚得更多呢，对不对？反正面具人我是不会在明天过了以后全部出仓的。
狗狗币这个蛋糕呢，还是会继续越做越大的，因为人心都是贪婪的，不要小瞧人性的贪婪。这是从币圈的局部来看，狗狗币都很难出现大崩跌的。咱们继续把眼光放开了，放到大环境看看世界，狗狗币也很难出现大跌，反而呢，狗狗币继续上涨的势头和空间还是很大的。其实伴随着这次疫情带来的全球量化宽松，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机遇。还有呢，就是你们观察，美国现在也需要解决量化宽松带来的经济影响，中国同样也要面临这种问题。否则呢，为啥中共要推出数字人民币呢？对不对？拜登目前采取的手段就是放任通货膨胀，中共采取的手段就是推出数字人民币。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对量化宽松的一种妥协，或者是想出来另外一种办法。中共想的办法更绝一点。那么量化宽松了以后，就会造成大宗商品上涨，二级市场股票相关的股票也会受益，也会上涨，水涨船高嘛。你做投资，你有收益，你也就能恰好的顺应时代的潮流，不至于被资本膨胀而淘汰。如果你跟不上这个潮流，那大家的资本都在膨胀，你的资本没有膨胀的话，你很容易在时代的大潮流、阶级的大洗牌之下，被洗到了社会底层、阶级底层，知道吗？所以说呢，商场如战场，人生如战场呀。机会只有一两次，抓不住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痛苦，一辈子的遗憾。那至于大家还有狗狗币、电子币相关的投资实战操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面具人我的话，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区有我的联系方式，咱们可以私下交流。你给我发邮件或者发消息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及时回复你的话，那你就可以尝试多发几次，因为我每天几万的播放量，联系我的人会很多，我有时候呢可能会看不过来啊。那至于大家有些人想受到更深度的这个指导的话，也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我的会员区，加入我的会员群组。那好，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发家致富。好了，我们下期再见。